57岁的婆婆怀了2胎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这个孩子的去留。她有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为了她的身体考虑，我劝她放弃这个孩子。可我没想到，后来婚内出轨的老公因车祸去世，而公婆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却再也没能怀上。公婆说是我害他们家断子绝孙，于是在我的水杯里下了百草枯，我死得很痛苦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婆婆说自己怀孕的那天，我笑着说：“妈，等你生了，我给你伺候月子。”重生爽文千万，豁出去看的就是这个孩子留不留。公公开口：“你们拿个主意吧，我和你妈都听你们的。”婆婆也赶紧附和：“对，不论你们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没意见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可如果公公婆婆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自己去医院做掉就行，何必征求我们的意见？高龄生2胎，难道很光彩吗？可惜上辈子的我没有看透，还为婆婆的身体担心，掰着手指头一条条给她分析生孩子的风险，最终婆婆害怕了，去医院打掉了孩子。这时老公赵健问我：“老婆，你说呢？你怎么想？”我怎么想，当然是像上辈子一样，掰着手指头给婆婆细数。伊能静、刘若英、黎姿，还有刘德华的老婆，这些女明星生孩子的时候也都40、50岁了，和妈的年纪差不多。前几年不是还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生双胞胎吗？婆婆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对，这事我也听人说过，那俩孩子现在都上小学了。”公公也在一旁附和：“这事我也听说了。”我笑了：“爸妈，我先表个态，你们生2胎这事我肯定支持，等你生了，我给你伺候月子。”这话一出，3个人都震惊了。公婆嘴上说要再考虑考虑，但下一秒就热火朝天地讨论起孩子的性别和名字了。等回到房间，一直笑呵呵的赵健马上变了脸，他皱着眉头不满地看着我：“你真的要让他们生下来？他们都多大年纪了？生了能养几年？以后还不是要靠我们？你知道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吗？还有我们以后自己养孩子，到时候经济压力就更大了。”我诧异地看着他，反问道：“你既然不同意，刚才为什么不和爸妈说？”他一梗反驳道：“我也不是不同意，我这不是想着爸妈都这把年纪了还生孩子，怕被人笑话。”我淡定地说道：“爸妈身体挺好，我看他们再活20年不成问题。他们俩都有退休工资，还有存款，养孩子没多大负担，他们想生就生呗。至于外人又不吃他们家的米，管他们做什么？”赵健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：“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？反正你要是不同意，就自己和爸妈说，我是没意见。”说完，他也不管我，上了床，闭上眼睛装睡。赵健这人喜欢当好人，不论遇到什么事，从来不明着反对，只会把别人当枪使，比如上辈子的我。不过他再过不久就会因为车祸而死，用不着在他身上多费力气。现在唯一的风险就是医生那边，婆婆已经57岁了，又有基础病，医生肯定会把风险告诉她。要怎么才能保证，即使她知道对自己身体有伤害，也要把这孩子留下来呢？各种想法在脑海里乱成一团，直到赵健在我身边躺下，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，我怎么忘了赵健是多好的理由啊！第二天一早，我向老板请假去了医院。为了尽快拿到结果，我特意选了私立医院，花大价钱给自己做了个全身体检。趁着赵健还没下班，我拿着检查报告找到了公公婆婆。爸妈，你们怀孕的事也提醒我了，我和赵健结婚也2年多，可一直没怀上，所以今天专门去医院做了检查。我把报告摊开来给他们看，医生说了，我的卵巢、子宫都是正常的，其他的检查也都没问题。我假装难过的说道，医生说了，我既然没问题，那有问题的就是赵健了。其实医生只说怀不上需要男女双方多做检查，这话当然是我骗他们的。公公婆婆也急了，赶紧戴上老花镜，仔细看我每一张检查报告。看完后，公公婆婆都难以接受。婆婆问道：“能治吗？”我摇头，大概率是无精症，医生说治不了。婆婆失魂落魄，这个病我知道，和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赵丽宏，她儿子就是花了10几万也没治好，听说2口子吵着要离婚呢。我看着婆婆感慨道：“我现在真庆幸，妈你怀上了，不然赵家可就绝后了。”一听到绝后2个字，公公婆婆都神色一凛。公公握着婆婆的手，语气无比坚定：“这孩子我们必须生下来。”婆婆摸着肚子连连点头。我赶紧保证：“爸妈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把弟弟当成亲儿子养。”然后又哀求地看着他们：“赵健得病的事，你们千万别告诉他，这对男人来说打击太大了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”公公婆婆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公婆去做产检时，医生果然劝他们放弃孩子，可公婆态度坚决，撒泼打滚地说医生冷漠无情，没有医德，还放话要找记者曝光。医生无奈到了极点，闹到最后，妇产科主任、医院院长全都来了，苦口婆心的给公婆看了关于高龄孕妇的病例、论文，还有国内外的最新统计数据。生下的孩子智力不全的、孕妇瘫痪的，甚至母子双亡的都不在少数，但公婆就只看到了那些幸存的案例，坚信自己没问题。医院没办法，最后只能收下婆婆这个超高龄孕妇。公婆像打胜仗一样趾高气昂的回来了。赵健皱眉：“妈，医院都说你年龄太大了，生这个孩子有风险，你怎么这么固执？”婆婆也不高兴：“能有什么风险？那些医院就是会吓唬人。再说了，之前问你意见，你也没说不同意啊。”
赵健一梗，然后换了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。我也不是不同意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婆婆不以为意，我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把心放回肚子里吧。还像哄小孩似的和他保证，儿啊，你放心，就算妈生了弟弟妹妹，最喜欢的还是你。公公意有所指的说道，我们生这孩子也是为了你，以后等他长大了，他也会孝顺你的。不知道自己被算计的赵健听到这话，气得脸都红了。我用不着他孝顺我，你们都多大年纪了，真是说出去都不够丢人的。我不同意，你们赶紧去把孩子打了，不然以后老了也别指望我养活。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这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公公生气地一拍桌子，有本事你就自己生一个，不然这个孩子我们必须生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好在赵健没有怀疑，反而和公婆说好，要是他有了孩子，公婆马上就得把孩子打掉。到了晚上，他和我说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戴套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爸妈一把年纪了，能怀上我们还怀不上，等着吧，1个月之内一定让你怀上。我心里一松，原来他还不知道，小三这个时候已经怀上了。上辈子赵健和小三自驾游的时候出了车祸，我才知道赵健出轨了。警察说小三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做了 DNA 检测是赵健的。我顾不上伤心难过，就被愤怒的公婆一杯加了百草枯的水送进了地狱。那之后，我不但要承受身体的折磨，还要强撑着报案，找律师，想给自己讨一个公道。我爸妈死得早，家里亲戚也都不来往了，我甚至还要安排自己的后事。直到闭上眼之前，公婆一边为了轻判哭着求我原谅，一边还在和我打官司，想霸占全部的车祸赔偿款。所幸老天有眼，让我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这回我要亲眼看着他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去死。赵健催我，老婆，快去洗澡，我等你。我笑着走进了洗手间，等我洗好澡出来，找了个借口敷衍他，我来大姨妈了。他一脸失望，我瞥了他一眼，急什么？你忘了医生怎么说的了？妈的，身体根本不适合怀孕，等各种问题找上他，不用你劝他，他自己都坚持不下去。孩子再重要，还能有他自己重要。赵健眼睛一亮，我也琢磨过，像妈这种情况，流产的几率很大的。说完，乐呵呵地玩起了手机，看着他荡漾的表情，就知道他在和小三聊天。那天后，赵健没再反对公婆生孩子，反而异常关注婆婆的血糖和血压情况。公婆也欣慰不已，家里的氛围又回到了之前的平和。直到我打开那个装着周大福金镯子的快递盒之后，我知道这个家很快就要变成地狱了。和上辈子一样，赵健看到我拆开快递，脸色一变。他说，老婆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结婚纪念日礼物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你能不能当做不知道？我把这个退了，给你买份新的礼物。我笑得很甜蜜，好啊，我很期待。晚上他去洗澡前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充电。我打开他的微信，看到了他和小三的聊天记录。你喜欢的金镯子，我给你买了，你答应我的别忘了。放心，我都准备好了。照片上各种玩具摆了一床。赵健还回了一个流口水的表情包，等着，明天你别想下床了。后面全是两人聊骚的话。我忍着恶心往上翻，看到两个人讨论着怎么转移财产，怎么用夫妻关系让我背上债务，怎么套走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。看到这些，我没有哪怕一丝的意外，只有果然这世界上的渣男都一样的感觉。看来我看着他去送死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该愧疚的人不是我。第二天，我笑着告别了说要去外地出差1周的赵健。赵健是早上出发的，警察的电话是中午打过来的。喂，我是乔青，赵健是我爱人。听到赵健的名字，公婆好奇地看过来，我好心地按了免提。雨天路滑，渣土车左转时侧翻，你爱人开的车被压变形了。把人救出来的时候已经休克了，送到医院后，医护人员也尽全力抢救了，但是没能救过来。本来就有高血压的婆婆听到这里，白眼一翻，就直直地向后栽倒。公公赶紧去扶她，却被她带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咔嚓一声，我清晰地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，真是美妙的声音啊！公婆双双被120拉走，婆婆受了刺激，血压飙升到了180，被医生强制要求住院。她刚醒过来就急切地问我，是真的吗？赵健真的没了？我点点头，婆婆瞬间崩溃，躺在病床上哭，我的好儿子。但刚哭了2声，就抱着头喊，医生，我的头好疼，我感觉快要炸开了。医生说这是高血压急性发作的症状，不是没有办法缓解，但因为她还怀着孕，所以很多药都不能用，而且这种情况即使缓解了，随着月份越来越大，有很大概率会复发，到时候很多并发症都会威胁到孩子和产妇的生命安全。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婆婆打掉孩子，大概因为身体太难受了，婆婆脸上露出一丝犹豫。我装作悲痛欲绝的样子，哭着对婆婆说，妈，我知道赵健没了你心里难受，可你千万要保重自己啊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我提醒她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家就要断子绝孙了。婆婆果然又变得坚定起来，警惕地看着医生，威胁道，要是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，我就从你医院楼上跳下去。医生很无奈，看我的眼神也复杂到了极点。我在心里对医生说了句对不起，等一切事了再和医生道歉吧。
而公公那边，婆婆摔倒的时候，她可是垫在下面的，130多斤砸在身上，直接断了一条胳膊、一条腿。这些其实问题不大，好治。可是做检查的时候拍了 CT， 发现公公肺上长了东西，医生说恶性的可能很大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。公公平常经常咳嗽，可他是个几十年的老烟民了，谁也没往这上面怀疑过。上辈子直到我死之前，他还活得好好的。现在虽然提前发现了，但谁又能保证提前知道是好事呢？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后，公公确诊了肺癌晚期。我在医生面前差点没笑出来，使劲掐了自己一把，才勉强挤出一个悲伤的表情，哀求医生：医生，你救救我爸，不是能做手术吗？给我爸请最好的专家，所有的药都换成进口的。我咬咬牙，语气无比坚定地说道：我老公是车祸走的，保险公司能赔一大笔钱，我1分都不要，全给我爸治病。公公欣慰地看着我，我们老赵家能有你这个儿媳妇，那可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然后忙着咨询医生治疗方案，没注意到在她身后婆婆早就变了脸色，看她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。医生走后，我擦擦眼角不存在的眼泪。爸妈，我得去处理赵健的后事了。刚才和医生说的话是真心的，赔偿的钱我不要，就当我替赵健尽孝了。公婆对视一眼，眼里没有一点对亲儿子离世的悲伤，只有对彼此的防备。我走出病房，等了3秒钟，身后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我嘴角上扬，走路都轻快起来。赵健出车祸的地方在隔壁市，他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的太平间。警察问我要不要去看他最后一眼，我拒绝了，直接火化吧。和赵健一起死在车祸里的女人，警察早就查清了她的身份，所以对我的态度也见怪不怪，只是公事公办的走着流程。我签了字，领了赵健的遗物，然后又亲眼看着赵健被送进了火化炉，最后只剩下了一捧灰。我给赵健买了最便宜的骨灰盒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看到警察和一对夫妇说话，男人眼睛通红，女人低声抽泣着。我意识到他们应该就是小三的父母了，他们应该是知道我的身份，看到我之后脸上闪过不自在，显然比起他们的女儿，他们还是要脸的。我面色平静地朝他们点头示意，他们似乎对我的态度很意外，小声说了几句之后朝我走了过来。男人难堪地说道：我女儿和你爱人的事我们都知道，虽然她已经得到了教训，但错了就是错了，是我这个当爸爸的没教好女儿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说着就要弯下腰给我鞠躬，我伸手拦住了。要出轨的是赵健，没有你，女儿也会有别人，但你们的女儿是什么人，我也得让你们清清楚楚的知道。我从遗物里翻出赵健的手机，找出微信聊天记录递给他们。看完后，两人的脸色难看的要命，但还是恳求我别把他们女儿当小三的事说出去。我答应了。至于小三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谁也没提起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从殡仪馆出来，返程的路上，我终于收到了私家侦探发来的资料。照片上，公公身边有一个40多岁的女人，两人看上去并没有多亲密，但是照片上还有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，三人一起出现在饭店、游乐场、商场。如果不是公公岁数太大，看着就是亲密的一家3口。我仔细对比了那个小男孩和公公的长相，别说，还真有几分相似。我笑了，这是老天爷都在帮我啊！我回去的时候，公婆都还住在医院里。我先去看了公公，他胳膊上装着夹板，腿上打着石膏，看着挺凄惨。我先是关心了他一番，然后推着他去了妇产科的病房和婆婆会合。公公拉着脸，婆婆也冷哼一声，显然两人都不太情愿。我假装不懂，说起赵健的后事，骨灰我暂时放家里了，葬礼要怎么办？到底是养了30年的亲儿子，两人虽然在闹别扭，但也都暂时摒弃前嫌，商量起来。讨论了半天，最后决定只通知几个关系近的亲戚，然后简单办个仪式，但墓地得买好的。我没有发表意见，只是为难地说道：爸妈，你们都不是外人，我也就直说了，别说好点的墓地了，就是一般的也要10几万。我和赵健的工资都不高，每个月还房贷、车贷，再加上生活支出就不剩多少了。现在我和赵健的银行卡里只有6万多块。两人怀疑地看着我，显然不相信。我直接打开银行 App， 仔细确认账户里只有6万1340元后，他们的脸色都不太好。其实不止这些，为了转移资产，赵健还有30万买了基金，随时可以赎回来。但这笔钱公婆可不知道。我又提起车祸赔偿，保险公司那边已经在走流程了，快的话1个月，慢的话3个月，赔偿就能到账了，一共是60多万。我本来想流2滴泪，但没哭出来，只能装成一副悲痛的表情，说道：我和赵健夫妻一场，我也想把他的身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，可活着的人更重要。等妈以后生了，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而且爸的病也需要钱，所以我想着，不如把钱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听到这话，公婆对视一眼，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更重要的人。最后两人拍板，给赵健选了最便宜的花坛，葬1万8。我当即表示这钱我出了，还替他发声。赵健一直很孝顺，我相信他要是还在，一定能理解爸妈的。讨论完之后，我送公公回病房，走的时候不小心把包落在了婆婆病床上，
从公共病房出来，我的手机上已经有10几个未接来电，全是婆婆打来的。我悠哉的给自己买了杯咖啡，又刷了会手机，这才散着步回到婆婆病房。妈，我手机静音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怎么打了这么多电话给我？有什么急事吗？婆婆手上捏着一沓照片，颤抖着声音问我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我好奇的接过来，看到照片内容后，脸色一变。婆婆厉声追问，你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在婆婆的一再催问下，我才为难的说道，我和赵健之前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我们怕冤枉了，爸就想着找人先调查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后来一直没消息，赵健又出了事，我都把这事给忘了，还是今天我出门的时候碰到快递小哥，我就随手放包里了。婆婆听了顿时火冒三丈，就要去找公公算账。赵大强这个混蛋玩意敢背着我玩女人，而且连野种都搞出来了，我要剁了他。我赶紧拦住婆婆，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总觉得爸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平时对你挺好的呀。你看自从你怀上弟弟，爸给你端茶倒水、洗脚按摩，可一句怨言都没有。而且爸和那个女的站得挺远的，也不怎么亲近。再说这个孩子长得和爸也不像，估计是有什么隐情。婆婆一听就炸了，那就是他的种，他们老赵家都是这种单眼皮，还有眉毛长得和赵大强一模一样。婆婆越说越生气，血压又高了，还因为头晕差点摔倒。我赶紧一把扶住她，妈，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婆婆一怔，过了一会，她摸着肚子说道，这个孩子可真是要了我半条命，我是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，血压还没降下去，血糖又升上来了，我就是说话都快喘不上气来了。医生说我要是坚持生的话，风险太大，想劝我把孩子打了，可赵大强一直不同意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他就是盼着我一尸两命，然后把家产都留给那个女人和野种。说着，婆婆笑了起来，只是笑得比哭还难看。那天的事，婆婆让我保密，别和任何人说。我答应了，妈，同为女人，我肯定站你这一边。之后，婆婆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只是偶尔看着公公的目光无比怨毒。很快到了赵健的葬礼，亲戚朋友都唏嘘不已。他们不知道婆婆怀2胎的事，背着人小声议论。赵健也没留个孩子，以后老两口可怎么活呀？不过老赵现在留个种也来得及呀，就是他老婆年纪大了，还能怀上吗？有知情人悄声说道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消息落后了，老赵可不止赵健一个种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说来听听。我也是听说的，可不保真啊。外面的人讨论得热火朝天，谁也没注意到绿化带的另一头，婆婆从头听到了尾。而当葬礼上的人散去，我们也准备离开时，公公突然说手机落在墓地了，让我们等他一会。我看了看他的腿，爸，你掉哪了？我去给你拿吧。公公拒绝了，在男厕所，你不方便进去。说着自己坐着电动轮椅走了。公公走后，婆婆带着我跟了过去，然后看到照片上那个女人被公公带着去了赵健的墓前，离得有些远，听不清两人说话的声音，但公公对那个女人和孩子的亲密态度却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看了一眼婆婆，她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甚至很平和，但眼睛因为愤怒早就充了血，太阳穴的青筋也在突突的跳。看到她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，我就放心了。赵健的葬礼过后，公公婆婆的情况也都稳定了下来，于是出院回家休养。公公吃的是进口的靶向药，不能报销，1个月就要3万多。亲戚们知道后，暗地里劝婆婆，老赵这病不太好治，你可别闹到最后人财两空。婆婆抹着眼泪说道，他是我男人，能让他多活1天，别说3万，就是30万，我也愿意掏。这话传到公公耳朵里，公公拉着婆婆的手感叹，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谁对我最好。老两口的感情前所未有的融洽。婆婆大着肚子每天给公公熬汤，然后端到屋子里，一勺一勺的喂到他嘴里。但公公的身体没什么起色，咳嗽越来越严重，彻夜不停。有天睡觉前，公公突然咳出了血，他吓了一跳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快叫个车送我去医院。话没说完就没了声音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婆婆把抹布塞到了公公嘴里。我假装无事发生，放轻脚步回了房间。我躺在床上，想到了上辈子。那天我睡到半夜，忽然觉得喘不上气来，挣扎着起来找公婆求助，可一向和善的公婆却突然变了脸。要不是你，我的孙子都快出生了，是你害得我们家断子绝孙，你也去死吧。他们拿走我的手机，把我捆起来反锁在房间里。我想尽一切办法，用头使劲地撞击窗户，直到把玻璃撞碎，吵醒了小区里的其他人，这才脱了困。想到公公现在和我上辈子一样，正在遭受着同样的痛苦，我心里涌起阵阵快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婆婆的哭声吵醒的。他爸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你走了，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呀？哭声也招来了邻居，婆婆哭晕过去，110和120几乎同时到达。医生看过后，拉着警察小声说了几句，然后去检查婆婆的情况。没一会，婆婆就醒了，然后抱着我哭。公公的尸体被拉走了，法医解剖后确认是中毒百草枯。警察来找我了解情况，问我公公和婆婆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。
我摇摇头，那天晚上我出来倒水，还隐约听到他们讲话，没什么异常。不过前段时间我爸的身体不大好，人挺难受的，有时候疼得整夜睡不好。我妈怀着孩子还要照顾他，我爸提过几次，总说他拖累我妈了。这话也得到了亲戚和邻居的证实。查到最后，警察推断公公觉得自己的病反正也治不好，不想把家里的钱掏空，再加上病痛折磨，于是冲动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短短1个月，失去了儿子后，又失去了丈夫，婆婆大受打击，已经起不了床。在公公的葬礼上，她更是哭晕过去好几回，亲戚们劝了又劝，可婆婆不听，坚持着走完了所有流程。葬礼结束，所有人都离开后，婆婆脸上的痛苦和不舍全都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片茫然，愣愣的在公公墓前坐了很长时间，直到她身体真的坚持不住，才起身离开。但还没走出墓园，就又碰到了那个女人。女人红着眼，还带着一束菊花，显然是来祭拜公公的。婆婆脸色铁青，正要开口，就听到女人哽咽着说：“我来送爸最后一程。”女人说，公公当年下乡的时候和一个农村姑娘好上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俩人摆了酒席，入了洞房，等到第2年生下了他。后来政策变化，公公回了城，走的时候公公说等安顿好就来接他们母女，可公公这一走就再也没了消息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事太常见了。女人的妈明白自己被抛弃了，但她不像那些追到城里要说法的人。她说，难道没了他日子还不过了？我可不想让人笑话。于是她在娘家的帮扶下，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。等女儿上了小学，在家里的介绍下重新组建了家庭。女人说，她是因为工作调动才到了这里，出于对公公的好奇才联系了他，但她不想影响到公公现在的家庭，所以只是偶尔见面，有时候也会带着自己的儿子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话，女人给婆婆看了公公和他妈当年的结婚证，两人抱着孩子照的全家福，还有公公留下的日记本，上面的字迹也是公公的。女人说的是真的，可婆婆却不愿意接受，嘴里喃喃地说道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，肯定是骗人的。女人没有争辩，只是在公公墓前磕了3个头，放下花就独自离开了。我压下嘴角的笑意，对她说，妈，我们回去吧。婆婆呆呆地点头，可随即就抱着肚子喊疼。婆婆的孩子没有保住，医生说她身体情况本来就不适合怀孕，再加上接连受了重大打击，所以就流产了。医生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隐晦地说，这其实是最好的结果。婆婆醒过来之后倒是没有大哭大闹，甚至表现得很平静，只是出院回家后，婆婆总是做噩梦，经常叫着公公和赵健的名字醒过来。到了白天，人又没有精神，总是恍恍惚惚的。有时候去浇花，水壶里的水都空了，流了一地的水，她才反应过来，从房间出来，却忽然忘了自己要做什么，呆呆地站在客厅。亲戚们来看过她，私下叮嘱我，你多看着点你妈。她也是不容易，我万分理解，可我还有工作，还要上班，甚至要出差。我连连感谢，我出差的那天给婆婆做好早饭才走。走之前，我看到冰箱里的胰岛素，问婆婆，妈，你打过针了吗？婆婆回想了一下，好像没有，说完就把针拿出来给自己打上了。吃过早饭，我回房间把行李箱拖了出来，告诉她，妈，我要出差3天，你在家记得好好吃饭，别应付，要是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婆婆点点头，目送我出门。门关上的时候，我听到她自言自语，我今天打过胰岛素了吗？我无声地扬起嘴角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晚上的时候，我给婆婆打去电话，但一直没人接。我又打给对门的邻居，担忧地说道，刘阿姨，我妈一直不接我电话，我担心她有什么事，能不能麻烦你去我家看看？我家大门的密码是20212。刘阿姨一口答应下来，还夸我你这当儿媳妇的，没得说，真孝顺。过了几秒钟，刘阿姨在电话里说道，我进来了。我侧耳仔细听着手机里的声音，啪，这是刘阿姨开灯的声音，然后是刘阿姨的尖叫声啊！她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问我，乔青，你婆婆倒在地上，不会是死了吧？然后是她大声喊人的声音，电话那头的声音乱糟糟的。等手机再被人拿起来，是刘阿姨老公的声音，乔青啊，你婆婆人没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已经报警了，你赶快回来吧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和老板说明了情况，连夜赶了回去。还是公公走时的那个警察，他看着我的目光透露着直白的审视，他在怀疑我。警察翻来覆去的问了我好几遍今天出门前婆婆的情况，查了我的高铁票购买记录、打车记录，甚至还打电话给我老板，证实我今天确实是在出差。最后警察说道，你家里暂时不能住，我们还要做些调查。我点头表示理解，我会配合的。婆婆的死因在3天后出来了，她是死于低血糖，她有糖尿病，应该是最近神情恍惚，胰岛素打多了。知道这个结果，所有人都唏嘘不已，但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答案。儿子死了，老公也死了，肚子里的孩子还没保住，换谁都要疯的。要是2胎能生下来，她活着还有个奔头，可就算真生下来，她苦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你也不看看她多大年纪了，能养孩子几天，说不定还要拖累别人。乔青也挺不容易的，我操办了家里的第3场葬礼，看着并排在一起的3个墓碑，我嚎啕大哭。
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在为逝去的家人悲痛，只有我知道这是大仇得报之后的释放。那之后，我辞了职，卖了公婆的房子，还有我和赵家那套还没住进去的新房，带着钱去了另一个城市。坐在高铁上，窗外的风景被急速行驶的列车抛在身后，我也终于抛去了一切过往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全文完。